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健身。今天是2024年9月16号星期一，今天要来做开箱。那我买的是大容量的硬碟，原先的电脑硬碟都已经扩展到没有办法再扩展了，所以只好上网查了一下硬碟的价格以及规格。那我买的是 WD 西数的24T 的机械硬碟，因为这个硬碟是我在香港买的，然后寄来台湾的，所以开箱的时候录影，避免有一些问题的产生。开箱之前我先准备一些东西，因为等一下我们开完箱以后还要做测试嘛，所以我先准备一个迷你的电脑。接下来我们进行开箱。这是出货单，这上面有他们相关的一些联络的地址、方式之类的。这就是我们的主角啦。我也是考虑了很久才下定决心要买的，毕竟我的电脑已经用了好几年了，该存的东西都已经存满了。那我是直接买企业级的储存硬碟，它是5年的有限保养，这是3.5寸的啦。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内容对不对。那外盒我们就要留几年吧，避免有什么问题。初步看它的规格应该是正确的，这是 WD 的，然后24TB 的 HC580 的 SATA 6G 的，然后其他的相关规格我就用图示的。相关规格可以上网查产品的型号。这一个应该是全新没有拆封的，没有错。那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正确的，因为毕竟有时候在网络上购买都会有一些问题嘛。基数的硬碟初步上网查的话，目前最大应该是出到28T 的。网络的资料是写说平均一年会增加1T 到2T 的规格。那我今年购买前查的话，最大是到28T。我本来就是要买最大的，查了一轮以后发现目前比较流通的产品是24T 的。那28T 的价格也是蛮高的啦，所以就是先买24T 的好。后续我会公布我买的流程跟价格。接下来我们先来测试一下，看这一颗有没有什么问题。我们先拆封吧。整体外观还是蛮漂亮的。接下来我先开电脑，接下来我们用一台小电脑来测试这一颗硬碟，然后我们用软体下去看一下硬碟的资讯。那目前已经有找到了，这边有一颗硬碟，我们可以用软体看一下它相关的数值。那这边没有看到硬碟，是我们还没有格式化。那我们先打开磁碟管理，它这边就会有一个新的磁碟进来，就用 GPT 的。确定，我们这边给它新增一个磁碟区，下一步，然后就全部，那其他的就是用它预设的就可以了，然后最后完成，然后就等它格式化。那看来我用这种迷你电脑，它在格式化的时间可能要比较久一点，因为刚好遇到电脑要更新，我就先去清洁我的电脑，然后没想到电脑清洁完，它还在更新，所以这个迷你电脑的执行速度实在是太慢了。终于用好了，这边有一个 R 槽，然后这边显示21.8T， 那就是这一个了。接下来我们就是将硬碟装到我们的主机上，我这边扩容的位置全部都满了，以前都是这种小容量的啦，2T 的、3T 的跟4T 的。要换硬碟上去的时候，我习惯性就是把我硬碟的名称跟它的容量写上去，这样子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直接拆，不用在那边找。那我已经将硬碟装上电脑主机了，这边有多了一颗新的，各位可以看一下，我所有的储存硬碟几乎都已经满了，所以也是造成我这次要购买新硬碟的动机之一啦。除了要储存我平常录影的一些素材，那当然还有一些我们平常要看的一些东西嘛，而且有助于现在 AI 科技的进步，那以前看不到的东西现在都看得到了，所以我这些相关的储存档案都要做一个更新，这个你应该听得懂啦。接下来我们就是来测试一下这颗硬碟的速度，那我们选择 R 这一个，然后写入，接下来等待测试结果。读写完成以后，基本上我都看第一个而已啦，就是它的读写速度应该是跟它官网公告的速度是差不多的。接下来我们就是把其他一些重要的资料备份到这一颗硬碟里面。接下来我就来分享我怎么样去购买这一颗硬碟的，顺便公开一下这一颗的价格。那有兴趣的你就继续观看。那我自己购买任何东西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先上网查询比价。那我们就是在我们的浏览器这边，然后打上我们的产品型号，然后你要的规格，然后空一格，然后打上比价。那你如果要更精准的，我们就是打上这个应该是双冒号，
就是前面一个，后面一个，这样子它查出来的会比较精准一点。那我们找到的一些比价网，我的习惯就是每一个都看一下。那还有一些比较知名的购物网站，我也会进去看一下。然后我们用价格排序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看它每一个的价格。那你在比价的时候要注意它的规格是不是正确的，像这一个就是24TB 的，这个只有22TB，那我们就是进行比价，然后慢慢去找看看哪一个价格是最低的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去看到24TB 的最低的价格大概是多少。反正目前查出来，像这一个网站查出来大概都是2万多块。那接下来我们换下一个，像这一个的排序，它最低有21800多块。接下来我们就是往下拉，这一个的价格我们稍微记一下就好。接下来就是另外一个，那你如果有看到像这一种什么7000多块的，然后它的规格写的也是这样子的，你也可以进去给他看一下。现在的网站广告实在是太多了啦，反正这种太多的广告，我们就点几次不行的话就放弃它吧。印象中这一个应该是我找到最便宜的，大概18000多块。然后它的规格这边也没有其他的硬碟的规格，所以它指的应该就是这一个规格。本来已经有打算要买这一个了，结果我在其他的比价网上有看到，我们先看旁边这边的规格，找到24T 的，然后最后在这边找到了这一个海外商家，就是14000多块的价格，就给它点进去看，它是海外的一个购物网站。那这一个网站我们就先保留，其他的我们再稍微比价一下。像这种跑出来一大堆不相干东西的网站，我就直接把它关掉就好。然后一些比较知名的网站，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价格。其实价格都差不多啦，像这个也是，各位可以自己去搜寻一下。那我最后找到的就是这一个香港的，它是3588块港币。那我们可以进行港币的换兑，大概是14000多块而已。我查完以后，我觉得它的价格落差还是蛮大的，所以我这一次尝试在这一个网站上购买看看。接下来我就用截图的，因为我已经买完了嘛。当然我们自己在网站上购物的话，一定要自己评估风险，尤其是像这种海外的商家。当然我在购买之前，我也是有先找一些比较知名的电脑零组件的供应商，那我也有打电话去询问他们我需要的商品价格。那他们的回复是说没有办法在电话上报价，他们就是要求我一定要到现场，然后再由他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报价。这样子对我来讲是比较麻烦一点啦，而且我也有询问我要的商品规格，他们的回复是说没有，也不会进我要求的这个规格，他们最大的就是到18T。那想说他们也没有我要的东西，去现场也没有用，所以我到最后还是决定自己尝试购买海外的商品。接下来就是我购买的过程。那我们就是先在网站上注册，注册完以后会收到他们的 email 通知。接下来就是选择我们需要订购的产品，然后进行下单，跟着一步一步操作就可以了。先换对一下，看价格对不对。第一次注册这个网站，它有送2000积分。那因为我是在台湾，所以我只能选择送货上门。那它这边会收一个运费60块的港币。那我们当然是直接使用积分。那这边是折扣10块钱港币。那这是折扣后的价格。接下来就是选择你要的付款方式。那我们大部分都是选择 Visa 的信用卡。你也可以看你的信用卡是哪一家银行。都选择好以后就是确认订单。确认订单后，这样子就订购完成了。确认订单以后，你应该会收到他们的 email 通知。等待几天的运送过程以后，你应该会收到这一封简讯。然后按照你手机的系统去下载这一个 APP， 然后去复制你进口货件的分提单号码。接下来选择纸本委任书，然后按下新增，然后按下 FedEx 分号提单。接下来就是贴上你的分提单号码，然后这边要分别上传你的证件正面，还有证件背面，还有你的签名，最后送出就可以了。最后确认一下自己申报的资料正不正确，然后按下申报相符就可以了。这样子就完成了。
报关后你会收到一封需要缴交进口税金的讯息，然后我们选择快递支付，然后选择你需要缴费的选项。那我这边是直接用台湾 Pay 直接支付就可以了，这样子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就是等货物送来。那这期的信用卡寄来以后，我们也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费用。整体的费用包括商品费用、信用卡的手续费，还有关税的费用。那我们这次购买硬碟的费用大概在16000左右。那我也附上我在网络上查到的一些价格，提供给你参考。那我这一篇 WD 24T 的企业级硬碟购买以及开箱的分享影片就分享到这边为止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敬请订阅和分享，谢谢。